杰洛光剑 ，Dive 的武器里有一把青蓝色光束的自噬光剑。这种光束颜色的光剑是来自于杰洛在游戏美术插画里中所使用的光剑形象。不过原作 X2 到 X8的游戏中，杰洛的预设光剑大多都保持着绿色，名为杰托 C 把，中文常翻作杰洛光剑或是军刀。在官方早期的开发画面中，自噬光剑一开始是做成跟原作游戏一样的绿色。后来才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青蓝色。游戏残留资料内还能找到绿色跟紫色的光剑模型，只不过不管是绿色还是紫色，都因为是未时装武器，缺失原本的挥砍特效。紫色光剑最早是出自于 X4 游戏中击败风暴猫头鹰所袭的天空霸，后来由于 X5 的关系，被作为黑杰洛的光剑形象。其他还有好几把不是未时装武器，但由于不同角色上的各种 Z 光剑，像是被作为 BR 配件的粉红色的 Z 光剑，最早就是出自于 X4 游戏中击败斩击师所袭的疾风牙。其他的还有前影装甲艾克斯的黄色光束 Z 光剑、梦魇杰洛的灰色光束 Z 光剑、万圣节杰洛的红色光束 Z 光剑。特别的是，戴装甲爱丽丝也有一把专用配色的 Z 光剑。不过在游戏未改造的情况下，这配色只会出现在例会中。游戏模型使用的还是原本 Z 光剑的配色，但是有模组可以修正这个配色问题，包含这个戴装甲爱丽丝的光剑在内，绿色、紫色以及梦魇杰洛的光剑都有作者释出武器模组了。甚至有时会发生在同样的武器上，不同作者在缺失资料上填补出不同内容的情况。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做下载。另外稍微说一下，虽然我现在有使用光剑的武器模组，但由于觉得原本的模组技能不太适用我现在的玩法，所以我有做过简单的调整。调整后能透过操作一定频率射出简单的直线飞刀，就跟我手炮只用跟自制手炮差不多的技能一样。近战武器我也想让它的性能尽量单纯，我觉得单纯点的技能才比较能感受到动作游戏的乐趣，也比较不会让武器掩盖掉角色的特色。而且若使用第三装甲的艾克斯，这样的光剑也比较类似洛克人 X3。艾克斯使用杰洛光剑的攻击模式，关卡展示。接着我们就来开始这次的关卡展示吧。照顺序来，这次是第3关，深绿之声，使用第三装甲艾克斯。武器使用第三装甲手炮及前面做过介绍的杰洛光剑。由于第三装甲艾克斯使用技能会变成金色的超人状态，所以手炮会有颜色搭配问题。因此我直接套用金色的超人状态的 skin， 超人状态 skin 跟金色的第三装甲手炮都是另外下载的模组，模组资讯同样会写在资讯栏。这个状态的艾克斯以前被玩家俗称为黄金铠甲，能够使用所有超人晶片的能力，是原作 X3 的隐藏要素之一。这套装甲的还原程度，在Dive的艾克斯装甲里也是比较高的，滚过去一发射就可能会让画面延迟。俗称花瓶炮的经典的合体炮，出击时会产生原作的护盾，原地不动会补血，能够2盾向上冲刺等好几项专为它设计的能力。尤其是合体炮特别好玩，合体炮的合体时机时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先发射第一炮让它飞一段，再补上第2发合体，可以延长炮弹飞行距离，或是算准距离在接触到目标的时候合体，能够爆发出非常高的伤害量。合体后的小弹具追踪效果是本作的最佳设定，可以让不能调整角度的合体炮有人处理位于死角处目标的攻击手段。只不过虽然合体炮有瞬间爆发的伤害量，但第三装甲艾克斯由于把一个主动技能用于变身成超人状态，攻击招式可以说是只有一招，集气炮一射出去就会有一段火力低下的时间，什么时候变身，什么时候射出集气炮。集气炮要合体还是分开射击，就变成第三装甲时十分重要的特点。然后是向上冲刺，在还没变身时就能按着上加冲刺进行一段向上冲刺，变身后则可以按2次上加冲刺，来达到全角色最高的跳跃高度。如果在精准跳跃开启的设定下，还可以控制往上冲的高度。还有就是第三装甲变身成超人状态时具有无敌效果，但并不是随时都能发动。比起第一装甲能够靠连续头锤冲出敌阵，第2装甲能用一招爆破清除近身的威胁比起来，第三装甲只能靠被动技能的 buff 和护盾做应对。整体来说，第三装甲的应对其实危险的反应会比较差一些，不过自身体质优秀，buff 和护盾让他有本钱可以在敌人的围攻下硬撑过去。血线下降后也能靠原地回血补充一些体力。同样是 X3 隐藏要素的还有杰洛光剑，因为是隐藏要素 ，X3 的杰洛光剑拥有秒杀原作 X3 大部分 BOSS 的伤害量。有模组制作者正在试图还原能够秒杀 BOSS 伤害的光剑模组，不过对我而言，我比较喜欢我现在调整的游戏模式。前面有说过，我光剑没用模组制作者的技能，其目的就是希望武器不要有太强大或自动化的技能，因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原本的Dive已经太多了。老实说，我玩其他游戏也没有再改造模组的。但是我觉得Dive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Dive自从线上手游转成单机的游戏，有很多东西我觉得都还要再做补充与调整。很多Dive的招式技能都是针对当时的线上游戏环境发展而来，然而现在离线版没有之前那种高度追求竞争的环境。当初为线上环境所做的设计，放到现在的单机模式，我觉得大多都变成让游戏失去操控乐趣的过度设计。不过这方面应该是见仁见智，或许有人觉得满屏的子弹特效
快速碾压关卡的重火力才有爽快感。但是回想过去玩洛克人游戏的体验，就会想说洛克人好像不是那么一款追求高度自动化和极致暴力的游戏。有一些模组制作者会按照戴尔后来的设计，去设计同样便利或是更加便利的模组。只是面对这种类型的模组，我可能只会尝试一下，然后就渐渐的不太想再使用它们了。这款玩了那么久，我最终还是觉得回到经典的游戏方式才是最耐玩的。第一部分结束，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整体流程不长，只是关卡体验不是很好，因此我不太推荐大家来打这个第二部分。如果是用关闭自动瞄准的经典玩法，就更不推荐了。而且活动关卡里就有一关直接打4次变色龙的活动事件，单纯要挑战 BOSS 不需要打这个共斗关卡，所以基本只要看小怪的部分就好。但是小怪的部分又是在游戏关卡设计上比较差劲的，小怪每清完一区就会强制停止玩家，要经过好几段如同交通宣导般的点、看、听才会来到 BOSS 房，让整个过程打起来很烦躁，也很不过瘾。然后 BOSS 又是特别会拖时间的次变色龙，关卡设计拖时间，BOSS 也拖时间。而且以前在线上版这关也是一关容易出 bug 掉线的共斗关卡，关卡体验不好，又很容易白打。过去线上版这关给人印象也不是很好。其实我线上版玩到最后，就不太找线上玩家打共斗关卡了，因为这款游戏的连线设计真的不是很好，非常容易出状况。再加上有些玩家会把共斗关卡当成竞速关卡在跑，跑出开最大拼命的往前冲，不是你把别人拉着走，就是你被别人拖住走。而且这样被拉也容易被拉到异空间或是掉线，这感觉不是很好。实际上线上版的共斗关卡也没有难到一定需要两人互相配合才过得了，几次下来就只想把共斗关卡当成单人关卡来打了。关卡来到这里，我们总算是上完交通安全课程了。第3装甲的合体炮可以在准备房先发射，等到开战时能加减打掉一点 BOSS 血条。该来的还是要来，4次变色龙登场。4次变色龙与第3装甲的相性不是很好，它若是经常爬到墙角，就要爬到对侧的墙壁，射击才能打到它。在自动瞄准下，它爬到墙角或在天花板上乱跑都是攻击的机会，但在这个关闭自动瞄准的玩法下，跑到这些地方都会变得不好攻击，而且发射合体炮时会从墙壁落下，挺容易合体失败的。后面还有关闭自动瞄准后更打不到的 BOSS。4次变色龙毕竟还是会下来地面，已经算是比较能打得到的，只是对付它的时间会有点长。这边说一下，在过去线上版的魔物猎人联名活动中，4次变色龙曾经以小龙的姿态登场在联名活动关卡里，会用毒弹或毒物之类的招式攻击玩家，最后在活动剧情里被爱丽丝给电得不要不要的。众所皆知，离线版没有收录当初线上版跨界联名的内容，一部分较有实力的模组制作者有在试图去恢复这些内容。不过目前结恶魔猎人联名由于原本的活动内容就比较少，所以有被还原并释出。听说那些还没释出的联名有恢复的差不多了，只是还需要等执行模组的重要元件做更新，所以还无法正式释出。假如联名的模组有释出，我这边一部分的展示影片也会使用那些角色来制作，毕竟那些也是属于Dive需要被补完的一部分。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原本的共斗关卡。第一部影片时有说过，线上版的共斗关卡数值是比较低的，所以线上版的共斗关卡基本都是1人就能快速的清除完毕。再加上经过几次改版，角色跟武器都越做越强，只要开始下最新的角色，一直按技能就能过图了。后来基本上共斗就是在等怪出来，然后看谁的按键按得比较快。虽然叫做共斗关卡，不过我觉得在当时是一点协同过关的感觉也没有，所以我玩到最后是自己开分身再解共斗关卡任务，不会找不到人，遇到问题也好处理，还可以把分身当成保护 NPC 游戏来玩。然而即使如此，也还是在连线环境里游戏，偶尔会有点小延迟或 bug， 没有现在离线版中打共斗关卡模组这般的流畅。所以虽然是过去玩过的关卡，但我觉得玩起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不过最大的不同还是现在能抛下原本游戏设定上的效率与重建，以单机游戏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款游戏。前面说到我是这款才有在使用模组，很大的原因是本来的 Dive 作为一款转战手机游戏，已经将原作的内容与玩法做过调整，所以要改回接近原作就得去使用模组。但是模组能做到的事情太多了，轻易的就能使游戏崩坏，所以才应该更加严谨的去做这件事。本来的代表它的原因不得不走向游戏崩坏，但假如如今用了模组，反倒还是游戏更崩坏，那还不如不要用。最后说一下，下一部影片照顺序我应该要录制第4装甲的影片，不过由于这边介绍到杰洛光剑，所以下一步想先换杰洛上场，说说我对这款游戏近战系统的看法。而第5关因为 BOSS 的关系，我会让佛鲁迪上场，然后到更后面的关卡就会继续展示剩下的艾克斯装甲、自制角色与联名角色。另外，由于共斗关卡会越来越长，再用杂谈主题介绍加关卡展示来制作影片，影片会有点过长。然后是影片内容。
前段部分未必会另开杂谈主题介绍，可能就直接在关卡展示中进行主题杂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关再见。